一个只有几万关注量的旅行博主，第一次和粉丝朋友线下见面，会是什么样的体验？我叫千优阁主。阁主您好。我们来拜码头了。他得一直录吗？哎，等一下我。这句一定要剪进去。从习惯了一个人对着镜头自言自语，到一群人的入境，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彼此相识。对于观众来讲，我是一个从屏幕走出来的博主，发现原来在现实中也会有各种旅途的窘迫，很真实。你们两个在这对拍我，你们就是是要把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博主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而对我来说，这是每一次的观看播放，每一条温暖的留言变成了真实有温度的回应。你说我一个全网不到10万粉丝的小博主，在圣地亚哥大街上被粉丝朋友们认出来，这是多幸运的概率啊！线下去见粉丝朋友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陌生，然后也蛮需要勇气，是在我舒适圈以外的事情。很久很久都没有这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所以这一次的系列视频记录的是我刚刚结束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10天的旅程，包括我第一次尝试独自住进洛杉矶的青旅，更多的乘坐当地那所谓不安全的公共交通，也有更多在别人镜头里的第二视角素材。曾经那个热衷独自旅行的我，发现在小伙伴的陪伴下，也有不一样的温暖和快乐。而这一切故事的开始，我选择了美国西海岸华人最多的城市之一洛杉矶作为见面的第一站。只是没想到，在真正见面之前，我居然也会有一点紧张。今天约的是3点半，会见3个朋友，所以呢，我要去看一下今天到底能来几个，会不会一个人都不来？但其实好像是已经有2个人说他已经过来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大老远过来，来，找地方坐。哎，你好。Sorry， 我晚了。当朋友们陆续赶来坐下后，我之前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明明大家是第一次见面，但聊天却一点都不生疏。可能是因为都看过我的视频，所以见面的时候反而有种陌生里的熟悉感。对，我觉得你的视频做得非常好，之后你的对景点的介绍，还有就是你的视角，我觉得特别好。感谢。哎，对呀，我们都说，你说他做的这么好，为什么流量没有那么多呢？我觉得你有一个时间定量的过程。是小红书、抖音、视频号、YouTube 跟还有什么B 站啊？对，都是发。然后这5个平台的观众是完全不同的5拨人啊。对，是我觉得。你知道我很佩服你的点是，第一个就是你能够去那么多off-road 开的那种地方，很野的地方，一个人去探索。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就是你，而且不仅做了这件事儿，你还能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去录那种视频是很麻烦的，对，你需要来来回回跑，然后你要关注时间。所以这个我还是非常对这个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是完全能够懂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双向交流。我第一次这么直接的听到大家对我视频的感受，真的很受鼓舞，尤其是还真正帮助到了想出行的朋友。你看到我昨天去的岳麓大树吗？我就到你那完事儿，我就给截图，看了好几遍了，我就截图，简直一点一点的这么截图。哎，你看你的总结多好！哎，完我就按着我这个路线都按它在走，就是走吧，就是特别是一种帮助很多人。真好，反正我就受益多多。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因着热爱旅行走到了一起，所以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同的旅途见闻，聊天的气氛也更加轻松起来。有一回在下一我在德州开4号的，整个2条彩虹从地平线那边到这边2道，哎呀老漂亮了，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就像我问你们可能都没看着过，流星是彩色的，
彩色流星，就是酒流星，四层黄圈就是带颜要色的。晚上才能看。我原来是以为就是流星，就是摆那天突然间，我以为谁给我车前头发个信号弹呢，突然打个信号弹呢，突然车一下。东北人自带幽默感，好像。您是咱们老师。我还是很感谢一下大家哈，今天因为我就是聚集在这儿，然后也是有一些朋友都是来的比较这么远的路程过来。谢谢你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坐到一块儿。就我还是希望，就以后大家认识了之后就变成朋友了，然后以后有机会也可以一起出去玩呐，一起出去玩呐什么的哈。对对对。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粉丝见面会，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一起出去玩，更多的人。短暂的见面后，我们一起吃了顿中餐。在最后分开的那一刻，我仿佛感觉这又不太像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更像是一群相忘于江湖、一直走在路上的人，刚好在同一个地方相遇。说一下昨天晚上见网友的一个体验吧，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组织线下的粉丝朋友们见面。我呢本身是一个不太会组织活动，然后又可能有一点点社恐的人，所以呢在见面之前我的心情是蛮忐忑的，然后也不知道说这些人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去招呼啊，然后就感觉到被冷落，所以我这一次呢是没有约很多人出来。那这一次呢是来了，除了我有4个朋友，所以我们5个人，我是选择在奥特莱斯一个公共的用餐区跟大家见面的。结果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都意犹未尽的。就一个是彼此之间的认识，然后一些出去旅行的经验的交流啊。这一次我开拓了很多思路，朋友们建议就是说我可以组织那种自驾游团队，也可以组织那种私导带团出去。他们都非常鼓励我，也支持我这样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吧。我也非常非常开心听到大家讲说我的视频对他们有帮助、有价值，就有一种被同道中人肯定的那种喜悦感，很有价值感，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昨天晚上来我们线下见面的4位粉丝朋友，然后他们也是很慷慨的请客吃饭，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成功对我来讲的一个见面会吧。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华人很多的一个城市，又有很多好吃的中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呢，我接下来我会觉得应该会在美国的这几个大城市都去组织一些我们的粉丝朋友见面会，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觉得很久都没有这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怎么又激动了？就是你做视频很久了，然后你一直对着的都是那些数据流量，然后再加我的数据和流量都不是特别高，然后线下呢，就是你会亲身的亲耳的听见他们对你这个视频的一个肯定，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没想到我爬山会爬哭了，我说实话还能哭了。可能我是个泪腺很低的一个人。OK， 我不是想标榜我做视频这4年是很辛苦，我觉得不是很辛苦，就是时间比较长。但是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听到这种面对面非常直接非常友好的一个正面肯定。
让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这让我觉得我不是在只给一个冷冰冰的平台在做视频，我是在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朋友做视频，还搞得泪眼婆娑的。喂，说到哪儿了？刚才就是还是很感谢大家对我和我视频的一个肯定。这次的视频系列依然从我的独自旅行开始，我也第一次尝试住进了青年旅社，而后来旅程里慢慢有了更多人的参与，有在洛杉矶和资深玩家一起玩转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乐趣，也有在美国最宜居的城市圣地亚哥和美女粉丝一起看海的浪漫，还有一群热爱户外的小伙伴一起走海边最惊心动魄的徒步线路。最后还有第一次从摄影师的镜头里看见了不一样的风景。那我想下一次的线下见面应该会在旧金山湾区，有意向的朋友可以通过评论区置顶的邮箱联系我。所以如果你也好奇接下来我们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那你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